各位兄弟好，今天这支影片呢，我要带你拆解一本我个人认为史上最强的两性书籍，来自 Mark Manson 的经典之作《Mother》。我敢说这本书是所有男人必读的圣经，因为它不只是教你怎么追到女人，而是教你怎么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有自然吸引力的男人。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条法则，就是真正的来自于男人的吸引力是属于无条件式的对某一个女人的兴趣。听起来有点抽象，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在表达对于某个女人的兴趣时，他的内心是不带有任何期待的，而他给予女人的兴趣，实际上就像是一份礼物，不是一场交易。可是大多数的，不管是好男人还是渣男都好，他们对于女人的兴趣其实都是为了某一种结果。所以一般上结果就是：第一，好男人吸引不到女人；第二，就是渣男给女人的感觉不真诚。那所以我说，真正自信的男人是怎么样？举个例子，如果你跟一个女人说：哇，你好漂亮，但你的潜台词是：所以美女，你是不是该对我笑一下啊？是不是该给我一个机会，给我拉啊？那你说的这一句“你很漂亮”，这句话马上变味了，因为它变成一种交换的手段，而且女人的社交直觉马上感受到这样子的动机。心理学上叫这种动机为需求感 （needy）， 也就是当你称赞或者在某个女生身上做了一件事之后，你是抱有想要得到回报的心态，女人她们会马上感觉得到压力，所以她们会对你下意识的产生抗拒，这是很正常的。那反之，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因为她真的很漂亮而说，你不期待她的反应，那你这种真诚的赞美反而更有力量。Mark Manson 告诉我们，这当中其实传递出一个信息：你身为男人，你这样子说不需要回报，因为你对自己是自信的，你相信自己已经很完整，不需要靠女人的回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你很肯定你站在她面前，你就是有存在感的。很多男人，包括以前的我，之所以掉进需求感的陷阱，是因为内心空缺、匮乏、空虚，还有不自信，所以多数男人都会想办法得到女人的关注，来补偿这个匮乏的洞。一个内心非常空虚的男人，他没有内容，他就像一个能量黑洞，他会不自觉的想要跟女人索取，然后吸走女人的能量，因此女人会对他回避3分保持距离。那如果你是这样的男人，你就要听我说下去，细细的去了解这其中的底层逻辑。我们来看一下追女孩子需求感很重的男人，他们一般上心态是怎么样的？有可能一些男人在追女生时，其实他只是为了让其他男人羡慕，哇，自己战绩很好，有漂亮的女朋友，有漂亮的约会对象。那有些男人谈恋爱纯粹是为了弥补童年的缺失，想要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缺爱的。但心理学研究显示，外部认可带来的满足是短暂的。当你把你的快乐和幸福绑在女人的反应上时，你就注定你的内心是不稳定的。那男人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哪里呢？绝对不是女人喜不喜欢你，而是来自于你自己。你清楚知道你的价值，你清楚知道你是谁，还有你有发展属于自己的兴趣、事业，还有人际关系。你过的生活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真心喜欢你的生活，你的交流方式，你爱你自己，你能够投资在你自己身上，你能够不断学习，并且让自己进化。当一个男人他表达兴趣时，如果他真的一直在期待回报，比如得到女人的陪伴、女人的感激，甚至是性爱，那么他活的就不是真诚，而他的所有交流就变成一次又一次的交易。相反，有吸引力的男人，他给女人的任何的行为付出，任何的赞美都是礼物。他对女人说你很漂亮，他对女人说我想要跟你一起吃饭，他不是想要交换什么，而是他在那一个当下，他真的想要这么做。那我这边说一个案例故事。那我最近有一个线下的学生，他在刚开始跟我学搭讪的时候，总是急着要得到女生的正面回应，每次开口脑袋就想着如果女生拒绝我，我是不是很丢脸？结果你猜怎么样？真的，他的开口前的焦虑感就会反映在他的面部表情，女生就马上感受到他想要索取，他很吃女生的反应，
后来我让他做了一个练习，就是1周内他只能随意的称赞路人，然后立刻转身离开，不要等回应。一开始他很不习惯，但后来他发现，当他不再期待反应时，他讲话更放松、更自然，女生反而更容易被吸引。这就是无条件兴趣的力量。我不知道有多少兄弟，你跟女生交流就是抱着这种没有期待、无条件式的去跟女生互动。兄弟说到这边要记住，吸引力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你当下散发出来的是什么。当你能够从祈求认可跨越到内在自信，你就不再是追逐爱的人，而是有爱可以给的人。真正的诚实只会发生在无条件的情况下。当你不再需要女人的认可时，你反而更有吸引力。法则2，非需求感带来真正的吸引力。所以刚刚第一个法则我们说的就是无条件式的真诚的方式可以吸引女人，那有交换式的就会吓跑女人。那所以第2条法则，我们依然是在需求感这个重点中去琢磨。很多常年在看 YouTube 两性节目的兄弟都搞错一个重点，就是你们有可能认为吸引到女人需要一些套路，需要一些设计铺垫，但实际真相就是你越多的套路，你越多的技术方面的铺垫，也刚好带出了你的内在其实是不稳的，你的内在其实是不自信，以及具有很深的需求感。而且事实上，这一些属于套路方面的行为，只会暴露一件事：你太刻意想要得到对方的认可。从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可以了解，它叫做外部控制点，意思是你的价值依然是建立在别人的眼光、别人的回应上，所以你需要设计一些前提铺垫，或者是需要设计一些故事来让女生上钩。另外一个极端的男人就是他很可能需要百般的去讨好、付出、取悦女人。两者其实都是同一个动机，对于自己的存在不自信，然后对于这个交流，他是认为要么是控制，要么是交换。那这会导致什么呢？这就会导致一些男人他就会容忍女人对他不尊重，因为他害怕反抗会失去女人，他会选择不断迎合，因为他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非得靠女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那另外一类比较偏向于技术派的 PUA 男人们，他就认为，如果女人没有上钩，女人没有回应他的套路，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他们也很害怕失去女人，于是会加重更多的奇奇怪怪的发言，或者会用一些让女人感受到不舒服的话术，以为可以让女人对他的好感起死回生。殊不知，女人对于男人的操控，或者是女人对于男人的取悦，都是相当的排斥。所以不管是 PUA 派的男人或者是好男人，都是需求感很重的。而这样的男人最怕的就是失去女人，所以就算女人对他们不尊重，他也不敢说不，也不敢去诚实的表达自己的内在想法，因为害怕自己一说出想法就被对方拒绝甩掉。结果呢，女人的直觉其实是很敏锐的，她马上就能嗅出这种过度需求、过度需要自己的气息。你越是想要付出，你越是想要设计，你越是想要讨好，反而越容易让自己失去自然的吸引力。那反过来一面，我们看一下非需求感的力量。因为真正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对女人，他会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要求，还有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女人的一些行为，他会很坦白地说，我不接受这样的行为。他也不会强求女人去改变，因为他非常有界限感，他能够尊重对方，他也明白自己的自我价值，不会因为对方的迎合或者对方的拒绝而受到影响。而需求感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人内在的匮乏，而这种匮乏往往也跟这个人过去的经验有关。那如果你对于女人你都是经常有非常强烈的需求感，你就需要找到为什么你这么容易对某个女人产生情绪反应。这里有几个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可能因为你缺少两性的经验，或者你是处男，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有价值，所以才会想要不断的拼命讨好。有可能哪一天晚上你打开 YouTube， 你看见了很多 PUA 的视频，你学了一些方法招数，你以为这样子去跟女生交流是正确的，那你就会掉入另外一个坑，就是想要去操控女生，结果反而也是让女生觉得你怪怪的，不是正常的一个男人，那结果还是相同的吓跑女人。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有可能一些男人他被前女友抛弃，他心里面带着怨恨，
于是想要疯狂的把妹，想要用数量来报复。那第三种可能就是有一些男人他曾经被霸凌、被欺负、被羞辱，长大后他就想要拼命的炫耀，把女人当作这个复仇的战利品，把女人当作证明自己的一个工具。这些行为看似在把妹，实际上是在逃避内心的创伤。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需求感的核心是一个人没办法诚实面对自己的脆弱，只有当你能够看见、接受，然后放下这些过去的伤口，你才会真正自由。我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熟的学生，他过去每次约会都毛起来讲自己的成就，开口不是我年薪多少，就是我认识哪些厉害的人，但女生听久了都觉得他很假，很喜欢炫耀。后来我让他刻意练习，在约会时分享一些自己不完美的一面，比方说自己在创业的过程经历了一些失败，还是在感情方面经历了一些挫折，而他这些坦荡大方的表达方式，反而让女生觉得他更真实、更可靠，因为那个当下他就是一个不需要证明自己的男人。所以说到底，这本书在前面的2个章节里面都大幅度的跟大家讲解这个男人需求感的问题，因为需求感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困扰着所有的男人，害大家追不到女人。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母胎单身的男人真的很难脱单。那法则3，我们要了解，你追的真正是女人吗？难道是男人吗？不是。这个法则呢，我们慢慢来聊啊。所以很多兄弟，你们在追女生的时候，有可能你并不是因为真的喜欢她这个人，而是因为女人们啊，某个女人或者一群女人，她们代表着是社会认可。你仔细想想，有多少男人他把追女生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数字游戏，越多的征服，越多的性爱，就代表自己越有价值，就好像在打电玩破关一样。但是这条路背后是走向哪里？哪一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出口呢？很多人没有深入去思考，就盲从的大量去把妹，我称之为PUA 男人们的悲剧。你很可能会掉进一个无底洞，泡越多女孩子，你内在就越空虚。表面上你追了征服了一堆女人，实际上你却成为了洋巨人，只剩下生理上的占有，却再也无法跟女人产生真心的连接。最后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还有生命，却依然孤单。更惨的是，极端者甚至成为了社会边缘人，不要说女朋友，连女性朋友都没有。再好一点的 PUA 男人们，他可能可以吸引到一些女人，但是吸引到了永远都是那些有问题的、层次更低的女人。真正优质的女人早就被你的 PUA 行为给吓跑了。所以说到这里，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你明明对某个女生没有真正的连接，却因为她长得漂亮、身份有光环，你就觉得我追到她，所有的人就会认可我，把我当做一个咖。久而久之，追女生这件事情就被物化成一个数字游戏。你就想更多的征服更高分的女生，得到更多的性爱，就好像这个破关打怪。所以你待人不真诚，你吸引到的多数是不真诚的人。那实际上真诚的女人，她不想浪费时间在你身上，而且我们过度的把妹，实际上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它也是一种需求感。而这个需求感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来自于你不明确的心理创伤，跟你过去的经历有关。就像 Mark Manson 在书中，他回顾自己的行为，他年轻的时候疯狂的去夜店把妹认识辣妹，不是因为他喜欢她们，而是这些女人代表着社会认可、社交认证。为什么呢？那 Mark Manson 有说，因为在他高中时，他曾经长期被冷落，没有朋友，在学校是一个边缘人。那份创伤让他下意识的想用女人来填补过去的自卑，但是这样的补偿反而让他对于大多数女人都有需求感，在女人眼里他是没有吸引力的男人。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追求的不是女人，而是认可。当他放下这种补偿心态，反而变得更自然自在，结果那些真诚的女人开始对他有兴趣。兄弟，所以我们要记住，追女人把妹都不是问题，但是当我们把女人当作社会认可或者是精神胜利的象征，那就是一种自我毁灭。因为真正的吸引从来不是你征服了多少美女，而是你能不能真诚的爱一个人，并且活出自己的价值。法则4，设立界限，这样能够让你更有吸引力。兄弟，不要再以为这个吸引力是需要刻意的去制造。其
其实错了。真正的男人吸引女人的那个吸引力是来自于我们身为男人，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标准。很多男人一遇到女人越界，他就会退让。比方说，女人无止境的要求自己在他身上花钱，他害怕 say no， 他越花越多钱，因为他害怕追不到对方。有时候自己要追的女人，刻意的对自己冷淡，然后这个讯息故意不回你男人就会开始紧张，拼命的发信息，想要去讨好，想要去得到女人的回应，结果反而让自己更加的掉价值。这种因为对方的回应而牺牲了自己的原则底线，它就是一种没有边界感，同时又有需求感的行为。那低需求感的自信男人遇到女人刻意给自己冷淡，心里面会怎么想呢？他只会很平淡的说一句：如果你有兴趣，你就让我知道；没有兴趣没关系。结果呢，女人反而更在意他。为什么？因为女人直觉就会感受到这个男人他是有选择权的，他不是来讨好自己的，他是有自己的底线、原则和界限的。这样的男人在任何情况下往往都是能够为自己出头，掌有主控权，是女人她们基因里面刻画着想要追随的那一种具有上位者精神的男人。那心理学家 Henry Cloud 说过，界限不是一个墙，而是一个大门。它不是为了控制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消耗。当你对女人没有界限的时候，你就会接受对方对自己不尊重，你很可能就会讨好错的人，你甚至为了迎合，为了得到认可，去追求那些根本不适合你的女人，浪费了你的金钱，浪费了你的时间，还有浪费了你的机会。这样的结果只会让你的人生螺旋向下，在情场中不但得不到女人，而且会让自己越来越不相信女人，越来越不相信感情。所以聪明的你要从今天开始懂得为自己立界限。那为什么界限这么重要？因为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那个人如果没有坚持着自己的界限，他很容易失去自我价值感。当一个人总是讨好别人，最后他会觉得自己不重要，而这份低价值的讯号，女人一眼就会看穿。反过来，当你能够勇敢为自己立界限时，女人会觉得你有原则，你有 backbone， 这才是最稀缺的男性特质。很多男人从小到大都被训练成需要谦虚，需要礼让，这样子的结果就会让自己不断的牺牲自己的界限，让别人对自己占便宜。那自己内心除了不爽以外，还很可能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你身为一个男人，你不想老是被女人操纵，或者是女人一冷淡，你就需要加倍付出，结果一次次被人伤害。那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做这个界限对话的练习。你甚至可以直接告诉对方，如果你只是想要有人陪，但是不想要投入，那我们不适合。而结果很神奇，你这样的行为反而吸引到更认真、更真诚、更尊重你的女人，因为你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你不会因为这个女人不理你而孤单，你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就要去接受任何人对你的不好。所以兄弟，记住一句话，女人不会尊重一个没有底线的男人。真正的吸引力是来自于你勇敢说不。当你能够勇敢说不的时候，你才能够变得真正的有魅力。所以各位兄弟，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这个需求感到非需求感，到诚实互动，还有设立界限。那你应该也发现到，真正的吸引力从来不是你说了什么，也不是话术，而是你能够真诚、坦荡、大方，你能够敢于拒绝对方，敢于承担。幸福感也是一样，不是追求更多，而是活出更真实的自我。所以今天给大家的这几个来自于 Mark Manson Mother 这本书的前半段的核心，那你可能也找到了一些答案和方向。但是我知道光靠这样的影片，你可能还是缺少了一个真正练习的地方。所以我这里邀请你，如果你在台湾或者马来西亚，我们在未来2个月内会举办免费的实体学习会，高格局男人地图。这里不只能够让你学到最新的两性思维，还有实战技巧。更重要的是，你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一起现场交流，一起成长。而且注意，这个活动只有在这2个月内是免费的，之后就会收费。所以如果你真心想要低成本的突破自己，摆脱舒适圈，想要让自己在两性方面更有选择权，现在是最好的学习机会。那在这个影片下方会有这个报名链接，马上去报名高格局男人地图，你就能够得到免费名额。这个免费名额结束后就不会再有，
不要让自己后悔跟这个好康错过。那么拆解 Mark Manson 妈的这本书的内容还没有结束，还有2集的影片将会告诉大家剩下的这些法则。那如果继续看完这2集，加上你有来线下的这个免费学习会的话，我相信你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那说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拜拜。我们的 YouTube 会员订阅正式开放啦！现在加入野人计划，早鸟价不到1杯美式的成本，就能掌握成为一个高格局、有魅力、有能量的男人。